听得见我的问候，那是什么揪着我的心头？谁抚平你泛皱的额头？紧握的手放在谁背后？若你看得见我的笑容，那是什么紧锁着你的眉头？我在你身后，你更自由，看着幸福从指尖流走。一直在你左右，却不能拥有。或许更明白什么才是温柔。拥抱很痛，等待却很久，才让这一次的遗忘变成下一次的哀愁。一直在你左右，紧紧的守候。或许更明白什么才算是永久。想哭的时候就让泪流，别等到风景多看透。有些爱需要说出口，才能被感受。钟安，我想到了，想到了什么？其实张安的鬼啊！他就是鬼啊！你说我？你明明就是张扬，你为什么要上他身？上什么身啊？我还以为真的有鬼。你还要骗我？你跟张焕明明就是死对头，现在为什么他会在这里啊？答不出来吧？很简单啊，因为他不是张焕。哎呀，我没那么小气啊，过去的事都忘了哦。对啊，我跟他又没有什么深仇大恨哦。对啊，我们早就和解了，现在是好朋友了。好到可以边喝酒边说心事啊，是啊，所以他昨晚在这里睡觉。以后再来找你喝酒啊！随时欢迎啊，随时欢迎。哈哈哈哈！戏演完了没有啊？我们没演戏啊，哎呀，我约了朋友，我先走了。啊，走了，拜拜，拜拜啊，慢走啊。大汉叔，老实实告诉我，他是不是张扬？哎呀，你的想象力太丰富了。Hello， 哎，是我迟到了吗？没有，我找到，你要吃什么？已经点好了。Thank you。怎么不吃啊？没有什么胃口。你不是最喜欢这里的咖啡和早餐吗？你怎么知道？我以前听二哥说过，应该没记错吧？你胃口不好，一定要定时吃饭，别把身子搞坏了。我们很久没有一起吃早餐了。什么很久啊？这好像是我们第一次一起出来吃早餐了。是吗？其实，今天我找你出来，是想跟你一起帮爸改革生计。你的服装店就要开幕了，一定会很忙的。装修工程你可以全部交给我。这件事我不能做主。你可以的，再给我多一次机会，让我证明给你看我可以的。生计是爸的心血，我怎么可以瞒着他，把事情交给你处理呢？我只是想为这个家做一点事情，你再相信我一次，就那么一次，好不好？你要做，可以去跟爸商量的。你也知道的，爸对小弟的成见那么深，他怎么会答应呢？你说什么？我是说，我说我自己，我这个做小弟的，做那么多错事，爸是不会原谅我的。你们始终是两父子，只要你真心悔改，我相信爸一定会接受你的。我知道，可是我已经没什么时间了。什么没时间？ Hello， 你好。你干嘛跟着我啊？他
他是哦，我是他女朋友。哦，Hello，我是他二嫂。哦，难怪赶着要出门，原来是约了二嫂。不用管我啦，你们继续吧。坐吧。对了，你刚才说什么没有时间？反正已经计划要改革，为什么不要加快脚步，早点把事情做完？对不起，这件事我做不了主，您让我回去跟爸商量一下，好不好？看来你在家里的记录不是很好，没有人肯帮你耶。那你为什么不直接去找你爸？你不要问这么多好不好？喂，干嘛不让我碰你啊？不是，不是就行啊。喂，你今天安排什么节目给我啊？没有啊。没有，你忘记今天是什么日子啦？今天不就是星期三吗？你竟然连我生日都忘记，我不理你了。骗你的，我怎么可能忘记你生日呢？生日快乐！你以为这样就能打发我啊？我不管啊，我要你买生日礼物送给我，当做赔罪。喂，这个包包漂不漂亮啊？不错啊，我去付钱。先生你好，谢谢。不好意思，先生，这张卡刷不过。你试试这张。小姐，不好意思，这个包包我们不要了。怎么了？生气了？那你为什么不要买啊？因为那个包包你已经送过我了。啊，是我去年送过你的。是今年。怎么样啊？还想继续吗？你到底是谁？你是不是张焕的二哥？你真的是张扬？你为什么会上张焕的身啊？我也不清楚，反正阴差阳错，一不小心就进去了，然后就变成这样子了。那张焕呢？不知道，真的不知道。哦，我知道了。你不想死，所以你不要出来，你想霸占张焕的身体。张焕是我弟弟，我怎么会害他？那你为什么刷爆他的卡，卖掉他的车啊？卡不是我刷爆的，他应该是没还卡债才刷不过。车子我不卖，要我怎么帮他还债啊？张焕欠人家钱，他玩股票烧到手，搞到人家上门追债，还拖欠信用卡的账。什么从来都没有听他提过啊。我想他是怕配不上你，也不想让你丢脸，所以才被打赌充胖子。可是我不需要这些，他不必这么做啊。可是张焕不明白，看得出他很紧张你，也很喜欢你。如果有机会的话，我希望你可以劝劝他，你的话他应该会听。啊，好了，还有什么要需要装的吗？啊，你帮我把这幅画挂在那边。装修公司收了定金又不出现，还好有你帮忙，要不然我就麻烦了。啊，没问题，不用客气。我回来了，嗨。咦，你又闲着没事做，来这里多管闲事啦？好男不跟女斗。是我叫他来帮忙的。热死我了，还是在店里吹冷气比较好。这样吧，下午你留在店里，我出去帮你跑业务。不用了，设计是你，跑业务也是你，那我做什么？对了，你最近胃口不是很好，我特地买了你最爱吃的拉萨给你。喂，你没事吧？肚子有点不舒服。你最近到底是怎么了？一直想吐，不知道的人啊，还以为你怀孕了。没事。喂，琪，你没事吧？不要吓我。我带你去看医生。不用。看你脸都青了，走吧。
医生怎么说？他说休息一下就没事了。张太太，这些药1天2次，饭后吃。医生说你的状况不是很好，2个星期后必须回来做1次产检。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？你的孩子不是已经拿掉了吗？差一点就没了，只是在最后关头。医生，我们做了。他是我的孩子，我不能因为张扬的不忠，扼杀一条无辜的生命。那你体内的肿瘤怎么办？你这样下去很危险的。如果你发生什么事，微微怎么办？医生说了，只要肿瘤不变大，我还是可以顺利的把孩子生下来。微微是我的孩子，肚子里的也是我的孩子，他也有生存的权利。他的权利是用你的命来换的，你知道吗？我相信我不会有事的。那你家里的人知道了没有？我不想让他们担心，尤其是爸，所以我也等到时机成熟，才让他们知道。哎，我真的很佩服你啊！很多人面对这种事情，都会选择放弃。你真的很坚强。什么坚强啊？都是被逼出来的。以后需要帮忙，就尽管吩咐，不用跟我客气。什么都可以啊。你会照顾 baby 吗 ？baby 而已嘛，难不倒我的。除了喂奶了。哎，消息真灵通啊！你买的股票升了，那间公司真的被人家收购。嘿嘿，你赚了多少啊？不多，只够还卡债、清完股票亏损，还有欠爸的钱。赚那么多还说不够？来看看，还有哪一间公司一定被谁收购的？其他的我就不清楚，不过有一只股呢可以投资。哪一只啊？兴盛剂。兴盛剂。你这个名字为什么这么熟啊？哦，你耍我！你呀，只会照顾自己人。有没有替我想一想啊？我帮了你那么多，至少也要意思意思吗？喂，我已经给你3万块钱了。又提那3万块，不是说算了？哎，小弟的事情是解决了，现在我头痛的是他女朋友啊。结英怎么样？他很聪明啊，我被他识破，他知道我是张扬啊。哎，去跟他说，我上小弟生的事情不要跟别人讲。为什么要我去啊？他比较听你的嘛。你又知道？看得出啊。哎呦，你们这对夫妻怎么搞的？一个要我保守秘密，一个要我叫人家不要说出去，你以为很容易啊？事情有什么秘密？我已经答应过他，不能说。哎，说啊，说啊！好了，其实这件事你应该知道，我可以跟你讲，不过你不能说出来。我知道了，说。你的 baby 还在，思琪没有把他打掉。我还说他赖着不走，才不到2天就撑不住了。哎。你回来了。爸，你怎么会在店里啊？刚吃饱，下来走走。我还以为你在等小弟。我等他干嘛？他最好不要出现，一出现准没好事。其实我今天早上见到他了，我先上去了。思琪啊，
是你找他，还是他找你？是他约我吃早餐的，他说要帮忙进行盛记的装修工程。谁有他帮啊？他骗我1次还不够，还想骗第2次。爸，你真的不觉得小弟变了吗？他现在比较懂事了。你不要给他骗了，他这个人就是这样的，有求于你的时候呢，百般讨好你，他的目的就是要钱。我觉得这次不像，爸，给他一次机会吧。机会给多了，是他死性不改，你不要心软，我会给他吃点苦头。可是我看得出他真的很想帮忙。好了，不要再说了。如果你忙不过来，那店里装修的事我自己来吧，啊！来，叉烧包、肉包、莲蓉包来喽！哇，有叉烧包吃，我要吃。好，先告诉爹地，这些包子像什么？乌龟，像乌龟，不是，是兔子。啊，这些都是小猪哎。小猪一点都不像。听到了没有？他们都说不像了，还说我打击你的信心。没关系，反正还在实验当中，我迟早会成功的。我看你算了吧，好吃就好了，搞什么板凳？公公，妈咪，二婶，来的大嫂。司机，来试试看我的点心。我还饱，等一下再去。爸，你试试看吧。好。怎么样？不错。爸都说好吃的。爸，最近我跟阿伟啊，我们去看了房子。在哪里啊？离这里很近，交通也很方便，环境很好，而且啊，价钱啊不是很贵，是一间公寓。公寓啊，业主买过来之后啊，从来没住过，所以啊，也算是一间新的公寓。我还以为你们买的是祖屋呢。这里的祖屋啊，最少都10几20年。我们是想住新的房子，那除了公寓，这里附近也没有什么新的房子啦。房子是买来住的，不用太挑。爸说的对，以我们目前的经济能力，如果买一间普通的祖屋，应该负担得起的。如果你们买祖屋，首期付款我可以帮你们付；要是买公寓，我担心首期的钱我拿不出来。我来开。大哥，小弟，你回来干什么？爸，上回我拿了装修盛记的1万块，还给你。大哥大嫂，这是欠信用卡的6000块，多出来的100块，当是我还你的利息。这还差不多。信用卡账是爸替你还的，这钱还给爸。爸，爸，那100块是我们的。我知道。好啦，没事，赶快去洗澡，回房休息。爸，对不起，我让你操心了。爸没说什么，就表示原谅你了。二嫂回来了吗？回来了，在房里。她没事吧？她会有什么事？没什么。看来我的点心卖相虽然不怎么样，可是味道应该还不错，大家吃了都赞不绝口。老婆啊，其实你也觉得我的点心不错了，对不对？还可以吧。不如我们真的放下烧腊档，全心全意在新生记搞好糕点档，好不好？唉，咖啡店的生意啊，现在虽然不好，但是怎么说，我们也是自己当老板。以后啊，我们就要看别人的脸色，帮别人打工了。谁说的？以后整间店都是我们的。你真的是阿 Q 精神呢。二弟的计划里面有提到，以后新生记采取的是分红制，只有爸和我2个股东，赚到的钱大家对分。这样一来，我们拿到的钱不是更多吗？我知道你在担心我们以后的日子，可是我有信心，新生记的生意肯定比现在好，我们赚到的钱一定比现在多。如果真的是这样，那就拿烧腊档来换公寓。你干嘛又提公寓？你明知道我们供不起的。
是爸答应我的，要拿钱出来帮我们买房子，现在却说什么只能够买主屋。早知道是这样，干脆不要答应我好了。买房子是我们自己的事，爸肯答应帮我们付首期已经很好了。做人不要太贪心，实际一点，有一间主屋就不错啦。我贪心，我买房子我一个人住啊。我这么做也是为我们将来打算。你不要帮我就算了，不要在这里讲这些风凉话。咖啡店的生意你不是不知道，这一次要不是爸答应帮我们付首期啊，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拥有自己的房子啊。那既然他肯帮我们付主屋的首期，那就叫他把这笔钱拿出来买公寓，剩下的我们自己贴。你干嘛一定要买公寓呢？现在新建的主屋也不错啊。老公，这是我们第一次买房子，很可能也是我们的最后一次了，所以要买当然是要买好一点的，还可以增值嘛，不然我们买来干什么？你说的是有道理，不过以我们的经济能力要买公寓，我真的怕供不起耶。你不要怕，如果供不起啊，老爸会出来顶的。你看小弟一出事啊，老爸不是拿出一大笔钱来帮他吗？现在他又回来啊，不知道还会闯什么祸，到时候啊，爸不知道还要拿出多少钱。只有我们啊，什么都没有，因为你呀，永远不会出事。干嘛？不出事不是很好吗？难道你希望我有事？我是要你出一点小事，这样才会有借口挖洞吗？什么洞？就是出状况啊，不然怎么叫爸拿钱出来补洞呢？还在吃啊？丢掉很浪费啊。哇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节俭了？人是会改变的，加上最近我手头比较紧，不省都不行。那倒是，一下子要你拿这么多钱出来还给爸和你大嫂，想不紧都难。哎，要是你真的缺钱用，我再帮你想想办法。大哥，你对我真好。我现在就只剩下你一个弟弟，不对你好，能对谁好？哎，还是不要吃了，热的时候还好，一冷皮就硬掉了。如果包子能做到冷了皮又不硬，那就好。有道理，可是怎么可能呢？为什么不可能？那我要好好研究研究，再实验多几次啊！大哥，你想学爱迪生一样试几百次也可以，不过我觉得你应该找一个人教你，会比较快。做包子点心也是一门学问，哪有人肯教的？有啊，网上一大堆，我来帮你找。真的啊？哎，那就找靠近这里的，比较方便。来，这间有家造型点心，应该不错吧？哎呀，可是收费有点贵哎。也许物有所值，最重要的是可以学到好手艺。那要去过才知道。哎，借我笔和纸，我要把资料抄下来啊！不必啦，写下来就可以了。你是什么时代的人啊？爸，喝咖啡。爸，我想跟你谈谈装修工程的事。装修的事你不用操心了。你听我说，我们可以找个别的装修商，不必给承包商抽佣。我算过了，我们这样做至少可以省2万块。是吧？如果你不放心的话，钱的事我就交给你处理，不必痛过的走。你事后再跟他们拿好处，还不是一样？好了好了，你回去上班吧，店里的事我自己会看着。我假期已经被批准了，反正我有时间，不如让我来帮你吧。这个工程到底能给你什么好处？为什么你这么热心？这是你和二哥的愿望，我只想帮你完成它。既然是这样，那你当初为什么利用这个工程来骗我的钱？难道你不怕伤了我的心吗？所以我才想补偿啊，爸，让我完成这个装修工程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好不好？你有做就去做吧，不过钱我不会再拿出来了。那我怎么叫人开工啊？那是你的事。没想到小弟让爸那么失望的。
我为他做了那么多事情，爸还是不相信他，不肯放手让他去做。不要说安哥啊，换成是我也不会相信。谁会要被骗2次，还用一模一样的手法，一点创意都没有？唉，浪子回头，真的没那么容易啊。又没有人拿刀逼你一定要这样做，你做不下就放弃咯，把身体早一点还给张焕，你好他也好。我这么容易放弃，跟小弟有什么不同？不行，我一定要趁这个机会，让爸对小弟改观，同时完成我跟他的心愿。你呀，不到黄河心不死啊！啊，你自己看着办，我帮不了你。那，谢谢。有子弹吗？啊，不用，谢谢。谢谢。你那边有多少钱？没有搞错，跟我借钱，这么看得起我？你帮我想想办法啊！我现在唯一能够做的，就是先找钱还首期，让工人先开工，才会得到爸的信任啊。那你要多少？我烧给你，1000万够不够啊？我看几亿也没问题啊。要是能够用就好了。那如果我有的话，就不用叫你扮鬼吓人啦。你要帮我啊！除了你，没有人可以帮我了。你为什么不去找杰英？反正他老爸有的是钱嘛。我又跟他不是很熟，你要我怎么开口？喂，她是你的女朋友嘞。我是冒牌货，你要怎么开口跟他拿？你只是敢跟我要，难道我欠你啊？你想说什么？有种就说出来。你不要跟我说做那么多年工一点积蓄都没有。你只会说我，你自己呢？我当然有了，可是我的钱全部归思琪。私房钱呢？什么私房钱啊？我的钱直接进户口的。不要骗我啦！你要养2头家，难道一点私房钱都没有啊？什么2头家？那个陈小敏咯，还跟我装纯情。姨婆，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他带我来的咯。他说啊，这里的东西又好吃又便宜，哎，真的很便宜嘞。要不要吃？我去拿给你吃。好，你拿什么我就吃什么咯。我拿来，你一定要吃完啊。好。吃不完不可以走的。OK， 好。喂，我问你啊，你跟张焕一家人是不是很熟啊？还好啊，偶尔喝咖啡而已啊。喂，张焕是不是欠人满身债啊？你干嘛问我这个？我只是想知道是不是，快说。没那么严重啊，最多只是一些卡债股票而已，其他的我就不清楚了。那就是说，张扬所说的都是真的。他干嘛跟你说这些？我问你啊，张焕现在在哪里啊？你问我，我问谁？连那只鬼都不知道。张焕会不会被鬼上身回不来啦？哦，这个你放心，张扬始终是他的二哥，不会害他的。我知道啊，可是会有什么影响，你我都不知道啊。他会不会被鬼上身上太久，搞到神志不清之类的啊？希望张焕他没事啊。哎，对了，上身的事你有没有跟别人讲？千万不要，尤其是姨婆。为什么啊？就是那天龙婆提起鬼上身的事，才让我联想到张扬上了张焕的身呢。总之，你不要在姨婆的面前提就是了，她会受不了的。受不了什么啊？我想起了，那天我在车祸现场看见龙婆拜祭张扬，张扬该不会是为了闪避龙婆才会死的吧？所以啊，如果让姨婆知道张扬上了张焕的身，会吓死她的。不要找我，不关我的事！姨婆，不要找我，不要找我！不是我害死你的，你不要来找我啊！我给你烧纸钱，我给你磕头，我给你磕头，我不是原心的。姨婆，你在干什么？你不要管我，我给他磕头了就不会来找我了。龙婆，你的祭典吧！张扬来找我报仇，他要带我走了。姨婆。不是你害死他的，都是意外。
他不会找你报仇的，没事。他一定会呀！他是死不瞑目，所以上别人的身来找我报仇啊！他要报仇，他早就动手了，何必等到现在？对，他应该知道不是我害死他的，都怪那个年轻人乱丢汽水罐，我就是去捡那个汽水罐才会出事的，是他的错，是他的错。对啊，如果真的要追究的话，就怪那个丢汽水罐的人，是他害死一条人命的。别再说了，他的情绪也不稳定啊，别再刺激他了。不是我害死他的，张扬他要来找我报仇了，他要来带我走了，不是我的错，我给你磕头啊，我给你磕头。够了，不要这样。你去找那个人，不要来找我，不要来找我。找我什么事啊？这里是1万块，拿去。你不是说没有钱吗？你别假惺惺啦！你心里在想什么？不要以为我不知道。你开口向我借钱，其实是要跟我拿回这3万块，对不对？你误会啦！之前你还了爸一笔钱，再加上帮世熙买补品，帮微微配眼镜的，还当了我家的免费劳工，帮了那么多，受尽委屈，杂七杂八的加起来不止3万块钱啦！我怎么好意思跟你要回这笔钱？算你还有良心，不过这笔钱还是要还你。那现在只欠你1万5，不是3万了。可是你还钱的事情只有我一个人知道，我家人都不清楚，这样子对你不公平啊！算了，反正坏人我当惯了，最重要是晚上可以睡好觉。谢谢你啊！说真的，刚开始认识你的时候，你给我印象不是很好的，真的是人不可貌相啊！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。你这么说什么意思啊？什么人不可貌相？你是说我长得很难看啊？有一点点啊，不过心地很好。这只烂鬼，最好早一点消失啊！我不想跟你做朋友。你放心，等事情办完以后，我就会把身体还给小弟。你知道他在哪里啊？不知道，所以就算想把身体还给他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做。那你什么打算？只好抓紧时间，先把新生记忆搞好，再想办法把小弟给找回来。谢谢啊。就是这里。哎，小弟，你的朋友啊？不是。爸，做地面装修的人来了，我已经选了地砖，要不要过来看看？谁让你做主装修的？我可没钱还给人家。爸，你放心，钱的事我会解决。老板，嘿，这面墙我要拆掉。请问张晃先生在吗？哦，白色衣服那一位，请问你是？哦，我是 Kelvin， 做橱柜还有木工的。Kelvin 是吗？对不起，你先帮我量一下尺寸，我很快就回来。没问题，可以。你好，张先生你好，你想要我怎么样做呢？入口处这里我要一个白色橱柜。其实可以做好，因为我还要去安排其他的工程，要看什么时候可以开工。你来决定吧。那就越快越好吧。好，那后天我就开始敲了。店的东西需要我们帮你清掉吗？收费多少？大概1500块。太贵了，已经很便宜了。那自己来吧，我带你去厨房。好。爸，你什么时候把装修工程交给小弟负责啊？没有啊，是他自己带人来的。
那他哪来的钱还给这些工人啊？我怎么知道？看来小弟真的转性了。你看他刚才说的头头是道，连图都不必看，可见他真的做足了功课。我还以为他只是随便说说，没有想到他都已经安排好了。如果真的要进行装修，至少要10几万，小弟有钱嘛。龙婆，你还没吃饭吧？我买了粥给你吃。来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你是要我喂你吃是吗？啊，龙婆，你这样不吃不喝，身体迟早会垮掉的。人都要死了，还吃来干什么？龙婆，你不会死的，你会长命百岁的。冤鬼来找我报仇，我死定了，我死定了。都要卖了，拆得这么干净。这个档口啊，跟着我的日子比你还久啊，怎么说都有感情的嘛。不舍得的话就不要卖。大嫂，看来你很反对生计进行改革转型。你说呢？可是既然大家都赞成了，我还能说什么？原本还以为啊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小档口，现在啊什么都没了。没了沙拉档，还有新的糕点档口啊！你放心，新生记的生意肯定会比现在好。对啊，我相信二弟的计划，他那么精明，不可能做亏本生意的。所以我们大家都要对二弟的计划有信心。他说新生记会赚，就一定会赚。你也越来越棒了，我也开始对你有信心。喂，张扬，你找我什么事啊？龙婆想要见你啊，你赶快过来呀！他干嘛要找我啊？你再不过来，他就快要死了，赶快来呀！爸，我可以借用你的车吗？你不是嫌我的车太旧吗？你还借来干嘛？那是以前的事，我现在已经想通了，车子只是用来代步，新和旧也没什么差别。知道就好。如果不曾失去，怎么能体会得到呢？路上小心啊！我很快就回来。龙婆，求求你啊，就吃那么一点点吧。你已经一整天没吃东西啦，你不是很喜欢吃东西吗？来啊，给我一点面子，就吃那么一点点吧，嗯？那就这样好了，我叫张扬亲自来告诉你，说没有怪你，也没有要找你报仇，那可以了吧？你不用怕，我已经叫张扬来了。他来了，我不要见他，我不要见他，不来找我。龙婆，龙婆，你去哪里呀？龙婆，你没事吧？龙婆，不用怕，不用怕，龙婆。是你，是你，就是你害死张扬的。龙婆，你说什么？那天他把汽水罐丢到马路上，我去捡张扬才会死。
说，我认的这个车牌就是这个人，就是这辆车把张扬害死的。就是这里了。如果那天我没有陪张焕去看车子，就不会经过这里。如果他没有乱丢汽水罐，如果龙婆没有去捡汽水罐的话，如果其中一件事没有发生，你就不会出事了。如果知道的话，我就不会骑电单车。可是，也许我会死于另一场车祸。冥冥中，好像一切都是注定的。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啊？这件事绝对不能让张焕知道，我不想他觉得愧疚。反正死都死了，是怎么死，已经无所谓。可是，无论如何，这是改不了的事实，就当是我们之间的秘密，好吗？我真羡慕张焕有你这样的好哥哥。如果这么好，我就不会让这么多人为我伤心了。你怎么在这里啊？你跑去哪里鬼混？后天就要开始装修了，店都还没清完，怎么开工？我去找朋友啊。什么朋友？是人还是鬼？没时间跟你胡扯啦。喂，我是。好了哈5分钟就到。你吹什么吹？你以为我开飞机啊？那好了，拜拜。你有事你先走吧。你可以吗？当然啦，我现在比你年轻很多。那我不管你了。等一等，这招牌很重的，我来帮你。来，小心啊！小心啊，爸。好。慢慢放。小心！你没事吧？啊？忍一忍。哎，我都说了，有些工作不是我们做的，该花钱就花钱，不能省。不行啊，爸，钱快花光了。看得出这次你很用心。既然做开了，就要放手去做，钱的事你不用去管。谢谢，爸。你哭了？我突然想起你二哥。我已经失去了一个儿子，我不想再失去你。你现在回头了，回想了，爸很开心。我不会让你失望的。好，那让我们同心协力，把新生记搞起来，不要再有遗憾。听得见我的问候，那是什么揪着我的心头？谁抚平你泛皱的额头？紧握的手放在谁背后？若你看得见我的笑容，那
的是什么紧锁着你的眉头？我在你身后，你更自由，看着幸福从指尖流走。一直在你左右，却不能拥有。或许更明白什么才是温柔，拥抱很短，等待却很久，才让这一次的遗忘变成下一次的哀愁。